最近，韩国股市给全世界表演了一场堪称金融行为艺术的高空弹跳。6月22日 ，KOSP 还站在91U4点附近的历史高位。韩国媒体忙着宣布 AI 时代属于韩国，散户忙着借钱买三星和 SK 海力士，基金经理则不断上调目标价，好像内存芯片已经从景气循环产业升级成了一台永远不会关机的印钞机。结果到了7月7日 ，KOSPI 单日下跌4.9%，盘中最大跌幅达到8.2%，连暂停交易机制都被触发。7月8日，指数又下跌5.35%，相较6月高点已经回档超过20%，正式跌进技术性熊市。但这还只是开胃菜。7月28日 ，KOSP 暴跌10.84%，收在6023点，这是韩国股市近5个月最惨的一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同时遭到血洗。到了7月29日，市场开盘后继续自由落体，盘中一度再跌12.6%，交易被迫暂停20分钟。虽然收盘跌幅缩小到6%，但短短2个交易日里，韩国股市最多蒸发了2.18兆美元市值。2.18兆美元是什么概念？这不是一家企业跌没了，也不是几档垃圾股爆仓，而是为一个主要经济体的股票市场，在不到48小时里被资本直接砍掉了一个意大利经济体等级的账面价值。从6月高点计算 ，KOSPI 最多接近跌掉40%。那些前面拿着杠杆 ETF 冲进去的韩国散户，原本以为自己买到了 AI 时代的顶级稀有卡，结果卡牌还没捂热，系统就跳出保证金不足，券商随后帮他们完成强制下线。韩国财政部长具润泽甚至不得不到国会道歉，因为韩国先前推出了与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单一股票联动的杠杆 ETF， 这些商品在上涨时放大了散户的兴奋，下跌时同样也会放大踩踏。市场一旦转向，券商强制平仓，散户停损割肉和量化卖盘便互相叠加，整个 KOSPI 瞬间从资本市场变成大型连环爆破现场。但最魔幻的剧情发生在7月31日，微软公布财报 ，Azure 云端业务成长43%，公司预估下一季还能成长45%。市场突然觉得 AI 资本支出似乎真的开始产生回报，微软股价单日暴涨超过15%，市值一天增加接近4500亿美元，创下全球上市公司单日市值成长纪录。韩国股市随即满血复活 ，KOSPI 单日暴涨17.9%，收在6695点，创下历史最大单日涨幅。三星电子上涨28%。SK 海力士上涨30%。前2天还在准备金融危机脚本的韩国媒体，突然又开始讨论 AI 超级循环是不是重新上线了。注意，这次拯救韩国股市的不是韩国政府推出了什么重大改革，也不是韩国民间消费突然爆发，更不是汽车、造船或化工产业拿到了史诗级订单，只是一家美国公司公布了一份财报。微软说AI 开始赚钱，首尔就从加护病房里做了起来。这件事已经把韩国经济现在的真实处境暴露得非常彻底。韩国表面上是一个拥有半导体、汽车、造船、电池、化工、娱乐和消费电子的工业强国，可一旦资本市场开始交易 AI 循环，这个国家就会迅速被压缩成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所组成的双人服务器。韩国股市为什么会被美国科技股牵着鼻子走？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金融学问题。三星和 SK 海力士决定韩国指数 ，HBM 决定三星与 SK 海力士未来的获利，辉达决定 HBM 需要什么规格，需要多少数量，
以及什么时候交货。黄仁勋则掌握辉达的产品路线图，这条利益链从美国加州一路穿过 GPU 资料中心和云端运算公司，最后直接插进了韩国股民的退休金账户。韩国人可以不喜欢这个结论，但他们没办法从财报里逃出去。黄仁勋现在不是韩国总统，却拥有一种比韩国总统更加直接的权利。因为总统影响的是政策预期，黄仁勋影响的是订单。政策可以讨论，订单直接决定获利。辉达截至2026年4月结束的季度，营收达到816亿美元，年增85%。其中，资料中心营收高达752亿美元，年增92%。也就是说，辉达超过90%的营收已经来自资料中心这台超级提款机。游戏显示卡虽然仍然是一般人最熟悉的产品，但对现在的黄仁勋来说，那已经不是主线任务。真正让辉达市值起飞的是微软、亚马逊、Google、Meta。以及各国政府不断建设的 AI 工厂。 GPU 是这些 AI 工厂的引擎， HBM 则是负责把海量资料送进引擎的高速输送系统。没有足够快的 HBM GPU 的运算核心再强，也会因为等不到资料而被迫摸鱼。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买了一辆顶级赛车，却用一根吸管替引擎供油。理论速度看起来很漂亮，实际跑起来却只能停在路边空踩油门。这就是韩国拿到的版本红利。 SK 海力士提前压中 HBM， 成功进入辉达核心供应链，在三星反应慢半拍的时候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反杀，从韩国才华体系里的跟班小弟翻身成为全球 AI 服务器最重要的军火商之一。黄仁勋2026年6月访问韩国时，直接把 SK 海力士称为辉达最大的内存合作伙伴，还表示 SK 海力士计划在2030年前将晶圆产能提高1倍。但即使产能翻倍，仍然无法满足未来的 AI 需求。他还表示，辉达每年已经向 SK 海力士采购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品，未来采购规模还会大幅增加。黄仁勋那趟韩国之行也被包装成了一场极其成功的财阀实境秀。我和韩国大企业老板一起吃烤肉、喝烧酒，参加电视节目，到棒球场开球，甚至向现场观众发送写着 HBM Chips 的巧克力薏米片，引得人群集体高喊 HBM。 表面上看，这像是一位美国科技明星来到韩国刷声望、刷好感。实际上，黄仁勋根本不是过来观光的，他真正要做的事情是锁定未来几年的内存供应，同时把韩国的汽车、机器人、资料中心和工业制造全部拉进辉达生态系。辉达与 SK 海力士签署的多年技术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下一代 AI 资料中心共同开发先进内存。 SK 电信、Naver、斗山、LG 和现代汽车也陆续与辉达扩大合作，范围涵盖 AI 资料中心、机器人、自动驾驶、工业 AI 和电力基础设施。韩国政府自己也加入了采购队伍。韩国科技部门宣布，2026年将为国家 AI 计划采购9704颗 GPU， 计划规模达到2.08兆韩元，其中包括2016颗辉达 Vera Rubin GPU。 这件事特别有意思，韩国一方面依靠三星和 SK 海力士替辉达供应内存，另一方面又拿国家预算购买辉达 GPU， 建设本土 AI 能力，于是形成了一套非常漂亮的商业闭环。韩国把内存卖给黄仁勋，黄仁勋再把内存装进 AI 系统，接着把整套系统卖回韩国，双方都有营收，财报都很好看，资本市场也可以继续讲故事。但在整条产业链里，真正掌握软件生态系统架构和最终定价权的仍然是辉达。到了2026年7月，
双方的绑定又被推向一个更加夸张的等级。辉达与 SK 集团宣布了一项规模超过5000亿美元的 AI 合作计划，内容涵盖大型 AI 资料中心、下一代内存以及 AI 基础设施。其中 SK 电信计划建设一座2吉瓦等级的 AI 资料中心，采用辉达、微软 Rubin 芯片和 SK 海力士 HBM4第一座设施，预计在2027年投入营运。5000亿美元听起来就像黄仁勋提着一个比韩国国家预算还吓人的现金箱来到首尔，然后告诉韩国人，这一轮 AI 副本我带你们飞。韩国媒体当然很喜欢这种数字，因为数字够大，标题就够刺激，散户也更容易相信韩国已经拿到通往 AI 天堂的永久门票。但现实没有这么浪漫。所谓5000亿美元，并不是辉达拿出5000亿美元无偿投资韩国，而是未来多年资料中心建设、设备采购、内存供应、云端运算服务和产业合作的整体规模。韩国企业会拿到 HBM 订单，但 SK 电信和韩国资料中心同样也要购买辉达系统。SK 海力士是供应商，韩国同时也是客户。黄仁勋既要从韩国拿到关键零组件，又要把自己的 AI 平台卖进韩国的汽车制造机器人和政府计划，这才是顶级平台公司的玩法。它不只是从产业链的某一个环节赚一次钱，而是先把自己的技术标准变成产业规则，再让供应商围绕这套规则扩产，让客户围绕这套规则采购，最后供应商和客户还会因为加入了这个生态系，主动帮平台公司宣传。韩国为什么愿意接受这种绑定？因为这一轮 AI 循环带来的钱实在太多了。2025年，韩国半导体出口额达到1734亿美元，年增22.2%，约占韩国整体出口的24.4%。这代表韩国每出口4美元的商品，其中接近1美元来自半导体。到了2026年前6个月，在内存价格暴涨和 AI 需求推动下，韩国半导体出口额达到1924亿美元，半年时间就超过了2025年全年纪录。所以黄仁勋影响的根本不只是2档股票。当辉达增加 GPU 出货， SK 海力士和三星就会获得更多 HBM 订单，韩国半导体出口随之上升，贸易顺差扩大，企业获利增加，设备投资继续成长，政府收到更多税收，员工奖金和薪资也有机会提高。韩国央行在2026年7月讨论经济情势时，甚至明确提到，半导体价格上涨带来的名义 GDP 扩张将透过企业获利、投资、薪资和税收支撑国内需求。韩国第2季实质 GDP 季增0.6%，半导体出口和相关投资正是重要支撑。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命脉。不是说黄仁勋在遥控美国股市，然后顺便照顾韩国股民，而是辉达的订单已经透过三星和 SK 海力士逐渐渗透进韩国的出口、投资、财政收入和居民财富之中。辉达不会为了韩国的国家利益，把所有订单都交给韩国企业。它最理想的状态是 SK 海力士、三星和美光全部拥有足够产能，而且彼此竞争。供应商越多，辉达就越安全。任何一家企业出现良率问题、交货延误或价格过高，黄仁勋都可以调整采购比例。韩国企业听到黄仁勋说未来需要更多内存，想到的是扩产和获利；辉达想到的却是避免缺货，同时让更多供应商加入游戏，双方都能赚钱。但权力并不对等，黄仁勋掌握的是平台、软件生态和最终客户关系，韩国掌握的是制造能力。制造能力当然重要，可是在现代科技产业链里，定义产品的人通常比负责生产零组件的人更接近利润中心。辉达透过 CUDA 绑住开发者，
透过 GPU 架构定义 AI 服务器，再透过微软 Rubin 等平台规定下一代 HBM 的带宽、容量、功耗和封装要求。三星与 SK 海力士则必须根据这些要求投入资金购买设备，提高良率和扩建工厂。黄仁勋画产品路线图，韩国负责把路线图变成产能，路线图画错了。辉达可以调整下一代设计，但韩国工厂扩建完成以后，设备折旧不会因为市场变脸就自动消失。SK 海力士已经宣布，2026年资本支出将从2025年的30.2兆韩元提高到接近50兆韩元。为什么敢投这么多？因为大客户依然不断要求增加内存供应。SK 海力士已经谈妥大约10份长期供货协议，这些合约通常持续5年，并且附带预付款或保证条款。这确实可以降低传统内存景气循环的波动，却不能彻底消灭循环。长期合约可以延缓疼痛，却无法修改经济规律。内存产业过去几十年一直存在一套祖传的自我毁灭机制。景气好的时候，所有企业都认为产能不够，于是一起扩建。等新工厂正式上线，只要需求成长稍微放缓，供给就会突然过剩，芯片价格随即开始下跌。昨天还是战略物资，明天就变成仓库里的电子马铃薯。HBM 的技术门槛更高，客户认证更加复杂，供货关系也比普通 DRAM 更加稳定。但资本主义不会因为产品名称多了3个英文字母就自动取消产能过剩。韩国现在真正压住的不只是黄仁勋，他压住的是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会在未来很多年里持续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2026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用于 AI 与相关基础设施的资本支出预计超过70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甚至估计2027年的投入可能超过1兆美元。这些钱最终会流向资料中心、电力、服务器、网络设备、GPU 和内存。韩国自然能够从中分到一大块。问题是这些钱必须产生回报。路透社根据市场资料估算，到2027年，微软、Alphabet、亚马逊、Meta 和甲骨文等公司的新增资本支出可能达到5340亿美元，而新增营业现金流只有3400亿美元，相当于每增加1美元的营业现金流，就必须增加1.57美元投资。这种模式可以维持几年，因为美国科技巨头现金多、信用好，也可以发行债券。但它不可能永远靠着 AI 将改变世界这句话通过绩效考核。Meta 在2026年第2季的自由现金流年减91%，只剩下7.84亿美元，公司却仍然把全年资本支出目标提高到1300亿至1450亿美元。投资人看到这种数字，自然会开始追问 AI 到底是在创造一台新的印钞机，还是在打造一个吞现金速度更快的黑洞。微软为什么能在7月30日单日增加4500亿美元市值？不是因为市场突然爱上了微软，而是 Azure 成长43%，公司证明 AI 投入开始转化成云端营收，而且现金流没有完全崩掉。韩国股市隔天暴涨17.9%，本质上是在庆祝美国甲方暂时还没有停止氪金。这也代表一旦微软、亚马逊、Google 或 Meta 的财报证明 AI 回报不如预期，韩国最先受到打击的不会只有股价，而是整个市场对未来 HBM 需求的估值。韩国经济现在就像一家获利极高的军火供应商，战争还在继续时，每一条生产线都很值钱。可是战争预算一旦开始放缓，资本市场不会等到订单真的取消才行动，它会提前半年甚至提前1年开始抛售。7月的韩国股市暴跌就是一次预演。SK 海力士的获利
成长了5倍，市场却因为结果低于预期以及 HBM4 出货进度较慢而暴跌。这已经说明投资人不再满足于需求很好，他们要求的是需求永远都必须比预期更好。韩国还面对另一个正在快速刷经验值的玩家——中国的长鑫存储。2026年7月，长鑫存储在上海挂牌上市，至少募资86亿美元，成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又一次大规模资本集结。长鑫目前在高阶 HBM 领域仍然落后于三星和 SK 海力士，却正在传统 DRAM 市场扩大存在感。市场预估到2028年，它的全球市占率可能上升到11%左右。长鑫不需要明天就击败 SK 海力士，它只需要利用庞大资本扩张传统内存产能，压低 DDR 和行动内存价格，就能削弱韩国企业的传统获利池。等到工程师、设备和制造经验逐渐成熟，再朝先进封装与 HBM 靠近，韩国将被夹在一条愈来愈狭窄的通道里。上面是掌握软件、GPU 平台和客户订单的美国大老板，下面是拿着资本和政策资源不断追赶的中国厂商。韩国虽然拥有全球领先的内存技术，却必须持续投入数10兆韩元，才能守住今天的位置。黄仁勋当然清楚，这种局面对辉达来说，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甚至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供应商彼此竞争的愈激烈，辉达的供应链就愈安全。所以黄仁勋口中的韩国合作伙伴，翻译成最现实的商业语言，就是技术领先、交货稳定，而且最好永远都愿意扩产的供应商。这不是在贬低韩国，恰恰相反，能够成为辉达最重要的供应商，本身就是极高的产业地位。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甚至连进入这张牌桌的资格都没有。问题在于，韩国不能把供应商地位误认成平台主导权。黄仁勋可以通过一次访问，推动韩国的机器人、汽车、通讯、网络和半导体企业全部接入辉达生态系，但韩国企业却很难反过来要求微软、亚马逊和 Google 必须继续增加 AI 资本支出。权力的方向非常清楚。韩国现在拥有的是一张价值极高的门票，却没有拥有举办比赛的体育场。所以黄仁勋到底能不能救韩国？从未来1到2年的经济循环来看，它当然可以。只要辉达的 GPU 继续供不应求，只要 Vera Rubin 以及后续平台需要更多 HBM， 只要美国科技公司继续投入数千亿美元建设 AI 资料中心，三星和 SK 海力士就会持续获得订单。韩国的半导体出口、贸易顺差、企业获利和投资也能得到支撑。韩国股市出现恐慌时，黄仁勋甚至不需要真的拿钱救市，他只要站出来确认需求依然强劲，或者宣布韩国企业继续进入下一代供应链，就可能比韩国财政部长召开10场记者会更加有效。因为投资人不在乎谁讲得更有感情，只在乎谁能带来订单。但从更长期来看，黄仁勋只能帮助韩国续命，无法替韩国改命。他不会把 CUDA 交给韩国，不会主动让出 GPU 定价权，也不会在 AI 资本支出降温时用辉达的获利补偿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折旧损失。黄仁勋真正负责的是辉达股东的利益。韩国能不能利用这一轮超级获利，从一个顶级内存供应商升级成拥有更多系统设计、先进封装、工业软件、本土 AI 平台、机器人生态和资料中心营运能力的玩家，仍然要看韩国自己。韩国现在最应该害怕的，不是黄仁勋突然翻脸，真正危险的是韩国在获利最丰厚的时候产生错觉，以为只要继续扩建内存工厂 ，AI 繁荣就会自动持续。而美国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辉达的采购比例和全球内存竞争，
永远都不会改变。商业世界从来没有永久绑定，只有暂时没有更好的替代品。黄仁勋现在确实深度影响着韩国的经济命脉，因为韩国股市2/3以上的国际指数权重集中在三星和 SK 海力士，半导体占韩国出口接近1/4，而辉达又控制着 AI 产业最重要的需求入口。它的产品路线图可以影响韩国企业要投资几兆还是数十兆韩元。它对 AI 需求的判断可以影响首尔股市是触发熔断还是创下纪录性暴涨。它与韩国财阀签署的协议也在决定韩国未来的资料中心、机器人和工业 AI 要使用什么样的技术体系。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商业合作，它更像是一个国家把经济成长最快的引擎接入了另一家公司的作业系统。现在这套系统跑得非常快，韩国也赚到了难以想象的获利，但问题始终没有改变。服务器在韩国，内存由韩国生产，电费和工厂折旧也由韩国承担，但决定下一个版本什么时候更新，以及需要多少装备的人，依然坐在美国。所以，黄仁勋可以救韩国股市，可以救韩国的半导体循环，也可以继续替韩国经济输送昂贵的氧气。但韩国能不能真正活到不再依赖这根氧气管？黄仁勋不负责，因为他不是韩国的救世主，他只是韩国现在最有权力的甲方。